杨贵妃作为中国的4大美女之一，不只是在中国有名，同时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传说杨贵妃当年并没有死，而是东渡去到了日本。日本到今天都还保留着一座杨贵妃的墓和杨贵妃观音堂。著名的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就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崇拜杨贵妃，我想应该是唐朝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太大。1955年，著名的日本导演沟口健二将杨贵妃的故事搬上了荧幕。该片在服装、道具、场景方面都是精雕细刻，比如殿中唐玄宗弹奏的乐器阮弦是完全按照日本博物馆中的唐代文物1比1仿制的，杨贵妃的头型则是按照唐朝陶俑来设计的。服饰方面虽然也是精心制作，但在一些地方并不符合历史。另外，电影的布景比较小家子气，狭窄的宫殿大臣也不过寥寥数人，完全没有体现出唐朝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和排场。不过整体的格调很高，质感很足，不会让人有满屏的戏服感，没有那种浮夸的华丽。整体的画面风格营造出了一种古典雅致的神韵。说实话，一个日本导演能把中国古装电影拍得如此精致和艺术，确实是很难得的。故事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心爱的武惠妃亡故后非常伤心，整日郁郁寡欢的他时常在宫中弹奏阮弦来怀念武惠妃，朝政大事一概不管。世人都以为皇帝是全国最幸福的人，但实际上这种幸福不过是人们从社会地位推测出来的。如果李隆基真的幸福，又怎会弹出这么哀伤的音乐？大臣高力士和安禄山为了讨得皇上的开心，就四处搜寻绝世美女，可李隆基见了后都不喜欢。一天，安禄山去拜会杨国忠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烧火丫头杨玉环和已故的武惠妃长相非常相似，于是将她打扮一番，准备献给李隆基。杨玉环虽然很不情愿，但家人和安禄山为了得到权力和财富，连哄带骗地将她送进了宫中。这天，皇帝正在梅园游览的时候，杨玉环被安排上前奉茶，可李隆基连正眼都不看，只顾着去园中弹奏。接着，杨玉环被高力士故意安排到李隆基的屋里。李隆基说：“虽然你和亡故的武惠妃有几分神似，但我爱的不是她的容貌，而是个性，所以没有人能替代她。”但听到杨玉环弹奏自己上舞的曲子时，李隆基认为她只是为了讨好自己。可杨玉环却说：“我来到你的房里并不是我的意愿，我只是他们手中的木偶。我不想一生都成为你摆放的花瓶，可是我一个小女子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这一番真诚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李隆基的内心，于是让杨玉环留下来陪伴自己，同时还让她到莲花池更衣沐浴。这是在武惠妃死后第一个获得这样资格的妃子，可见李隆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杨玉环。到了元宵佳节，杨玉环和李隆基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跑出宫外去民间玩耍。好久没有享受过这种自由的杨玉环翩翩起舞，李隆基则在旁边为她弹奏。一直到深夜人潮散去后，两人就在街上打地铺睡了下去。这一夜，他们不再是皇帝和贵妃，只是两个相爱相知的普通恋人。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从杨玉环得到李隆基的宠爱后，家人因此也纷纷进到宫中，哥哥杨国忠还被升任为宰相。可杨家人生活奢华，专横跋扈，长久以往就导致了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发生暴动，要将祸害朝廷的杨家人全部杀掉。深明大义的杨玉环请求李隆基解除亲戚的职位，并让自己回到乡下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深爱杨玉环的李隆基坚决不同意。不久后，安禄山因为对调职到边疆心怀不满，于是自封为王，起兵叛乱。全军覆没的李隆基只能带着杨玉环逃走。途经马嵬坡的时候，不料三军将士哗变，先是杀掉了杨国忠，接着逼李隆基交出杨玉环这个红颜祸水。李隆基虽然万般不肯，但却无可奈何。含情灵涕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杨玉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李隆基的江山，就只身一人走了出去。面对四周愤愤不平的将士，他把锦袍和鞋子轻轻脱掉，一边走一边丢掉了所有的金钗首饰，同时也丢掉了这些年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荣华富贵。最后他走过去，在一棵梨树上自缢而亡。杨玉环死后，将士们剿灭了安禄山，可李隆基的儿子却趁机夺取了皇帝的宝座，并将李隆基软禁在宫中。年迈的李隆基伤心欲绝，对这个无情的世界失望透顶，心中唯一挂念的人就是杨玉环。一直无法释怀的李隆基最后郁郁而终。死后，他在风中听到了杨玉环的声音，脱去生命的重负，两人在尘埃中相拥，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们给分开了。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弱化了历史，然后从人性出发，突出了杨玉环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这和末代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电影很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爱情的悲剧在于各自的身份属性，命运和爱情注定会被朝廷和政治所左右。如果李隆基不是什么皇帝，杨玉环还是那个烧火丫头，我相信他们是有很大的概率能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就像元宵节那天晚上，他们可以一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玩耍，手拉手一起吃糖葫芦。杨玉环可以悠然自得地跳舞，李隆基可以席地而坐，尽情为他演奏。但时光不能倒退，正如白居易《长恨歌》里写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